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川普即将被捕，号召支持者抗议。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J· 川普周六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宣布，他将于周二被捕，并要求他的支持者代表他抗议。川普于上午7点26分在一篇用大写字母撰写的帖子中发表了声明，最后说，遥远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和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将于下周二被捕，抗议夺回我们的国家。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拒绝置评，川普的顾问没有回应寻求评论的信息。检察表示，对川普的起诉可能迫在眉睫，没有立即表明为什么这位前总统似乎相信他将于周二被捕。知情人士表示，预计至少还有1名证人将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这可能会略微推迟任何起诉。法国禁止冲突后议会对面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法国警方禁止在巴黎市中心地区举行抗议活动。此前，示威者和防暴员警之间发生了2晚的冲突，导致火灾并造成数十名警察受伤。尽管如此，在工会呼吁周末抗议活动后，该国其他地区还是进行了和平抗议。法国已经发生了为期8天的全国性抗议养老金改革计划，该计划将使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并增加缴款期限。工会反对这些计划。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同意工会的立场。虽然抗议活动是和平开始的，但在政府触发宪法第 49.3 条，在没有议会投票的情况下推动该法案通过后，抗议活动沸腾了。工会继续动员起来，并呼吁对养老金改革法案进行类似的转变，定于周4举行为期第9天的全国性工业行动。铁路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将继续罢工行动，导致一些飞机和火车被取消。教师工会呼吁下周举行罢工，这可能会扰乱标志性的中学毕业会考。反对派立法者提出了2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第一项将推翻内阁并废除养老金改革法，第2项呼吁进行不信任投票。虽然首相可能会因投票而被削弱，但预计他的内阁将在很大程度上幸存下来。不信任动议需要大多数国会议员287的支持，虽然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会打破等级，但似乎不太可能有多达1半的人投票反对政府。欧洲央行鹰派人士敦促进一步加息，以对抗顽固的通胀。Reuters， 奥地利和比利时央行行长表示，欧洲需要进一步加息以应对持续的通胀。央行行长的评论强化了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同行周5的评论。欧洲央行上周4将利率上调50个基点以对抗通胀，但一些投资者呼吁推迟进一步收紧政策，直到银行业动荡缓解。与 NBSP 奥地利的罗伯·霍尔兹曼 Robert Holzmann 评论说，事实证明通货膨胀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确实预计会有更多的加息，并补充说，这些加息的程度将取决于数据。与 NBSP 比利时的皮埃尔·温施 Pierre Winch 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以什么标准？这就不清楚了。他将逐次会议进行。自去年7月以来，欧洲央行已将利率上调了350个基点。中国干预选举的说法使特鲁多处于守势。NY Times 披露泄露情报文件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对中国对加拿大政治影响的质疑。泄密描述了中国驻加拿大外交官如何努力确保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的自由党在过去2次联邦选举中获胜。加拿大情报界声称，执政党对数据泄露事件不采取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外交关系相结合，导致系统性的试图操纵选民以支援自由党。随着特鲁多拒绝公众调查此事的要求，人们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担忧有所增加。2家新闻机构多伦多环球邮报和全球新闻都收到了至少1份机密简报，概述了中国为让特鲁多及其政党上台所做的努力。2家新闻媒体的报道都给特鲁多带来了风险。特鲁多对中共政府采取了和解立场，
导致人们指责他屈服于中国的恐吓，失去对中国在加拿大政治中影响力的控制，甚至说明和教唆外国的恶意努力。中国官员和外交官坚称，他们对地缘政治感兴趣，没有比这更险恶的了。他们坚称，对他们努力的批评相当于加拿大政客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厚颜无耻地试图妖魔化中国。从理论上讲，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完全有能力抵制某些形式的外国选举干预，特别是在公然干预竞选资金方面。然而，破坏是另一回事。这种类型的干预可以通过网络手段、内置或不知情的同谋以及破坏性集会进行，利用加拿大境内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种族分歧。由于加拿大情报机构未能跟上中国干涉策略的范围和复杂性，很明显，在工作中学到的网络技能已被用于对付加拿大，因为他们试图平衡对透明度的要求和进一步披露可能产生的潜在损害。俄罗斯和乌克兰沿长粮食协定以援助世界穷人。AP 美联社，土耳其和联合国续签了一项战时协定，允许粮食从乌克兰运往非洲、中东和亚洲地区，这些地区因粮价高企而面临日益严重的饥饿。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正在推动再延长120天，而俄罗斯正在谈判延长60天。这标志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年多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第二次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的允许粮食离开黑海地区的协定续签。这一次，俄罗斯对其化肥出口无法进入全球市场表示抱怨，因为粮食流动不受阻碍。黑海谷物倡议允许2400万吨谷物离开乌克兰港口，其中55%的货物运往发展中国家，帮助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因为贫困国家正在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2023年美日安全研讨会 CSIS 日本主席和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将举办2023年美日安全研讨会，讨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方面的一致性，讨论美日联盟合作的防务战略和可能的联盟经济安全战略。包括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Maria Solis 和德克萨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Yumi Teraoka 在内的专家小组将讨论与美日关系有关的几个话题。该活动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援。基辅的洞穴修道院成为与俄罗斯斗争的爆发点。Financial Times， 乌克兰政府已下令被认为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牧师和僧侣离开该国首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神圣宗教场所。此举是乌克兰为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而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修道院洞穴中的僧侣和牧师是乌克兰东正教 UOC 的一部分，该教会是乌克兰最大的宗教社区，以前隶属于莫斯科宗主教区。UOC 教会于2020年5月宣布从克里姆林宫教区独立，但此举未能说服其较小的竞争对手乌克兰东正教教会和乌克兰政府。他们仍然认为 UOC 处于莫斯科的教会和政治控制之下。传统上，教堂被视为俄罗斯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据拥有该土地的文化部称，该地快将在3月29日之后不再出租给 UOC。这一决定意味着执法当局将不得不寻求驱逐令，以驱逐那些发誓要在法庭上反对该决定的神父和僧侣。虽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支援清除修道院的决定，但批评人士担心此举可能会让俄罗斯在宣传上取得胜利。这场争端还有可能在僧侣和神父与乌克兰当局之间造成对峙。尽管如此，乌克兰政府声称该决定不是关于驱逐 UOC 僧侣，而是专注于将财产归还给其合法拥有者。关于修道院建筑群的争端是自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以来两国之间的众多文化战场之一。尽管乌克兰一直在努力摆脱莫斯科的影响力，但莫斯科仍然控制住许多乌克兰人，特别是在该国东部。普京在吞并周年纪念日出人意料地访问克里米亚。Bloomberg， 俄罗斯总统维塔利·普京周六突然访问克里米亚，标志着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半岛9周年。普京此前曾被安排通过视频链接参加当天的活动。这次访问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的第二天进行的。
目前纯粹是项指性的，因为他涉嫌在乌克兰绑架儿童，犯下战争罪。乌克兰不承认俄罗斯在其领土上的选举，称吞并导致了一场持续的战争。伊姆兰汗出庭时爆发混乱。NY Times，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出庭面对腐败指控，在司法大楼外与警发生冲突时被支援者包围。他正面临30多项指控的法庭案件，包括恐怖主义和腐败，对他发出逮捕令，因为他拒绝出庭，而是在4月议会投票中被免职后搬到拉合尔的住所。这些指控包括通过接受国家礼物和隐瞒资产非法获利。支援者声称汗的指控是滥用政府和军事权力使他远离政治，这些指控一再被否认。世界简报正在测试。这是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